Hello，大家好，这个视频给大家讲解 Diffroom 里边 ControlNet 的一个用法。大家先看到这个视频，可以看一下它的背景是下雨的一个背景，然后渐渐的这个变成下雪这样的一个背景，它的发色也是在改变的。这里又变成了樱花，又变成了枫叶，但是这个人物是没有变的。那这样的一个视频我们该怎么去做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先来到 Stable Diffusion 这个页面，然后在这里我们去生成一张你自己比较满意的图，然后在这儿我已经是提前生成好了。生成好了之后，你点这个，然后把种子就是放到这里来，你复制它的一个种子进行复制，然后这个图你也要进行保存。比如说我们就保存到就是这个地方吧，然后我们给它一个这个 test13，我们给它一个名字。这个地方大家注意了，你保存的一个路径还有它的名字，尽量不要包含中文，不然容易报错。就是这里，然后把这个图片下载下来，下好了之后，你到你的 Diffroom 里边，然后运行这里，你把种子贴在这里，然后其他的采样的方法跟我们之前生成图片是一样的嘛。然后这里是30步。这个你要跟之前那个图片是相同的一个大小，就是768乘以512，我是用的这个大小。你可以在这里勾选面部修复，然后这里的关键帧我就看2D 吧，这个。然后我这里生成就是400帧，就是最大的一个帧数，我就是400帧设置的。然后这里的强度我改成0.7，建议就是大一丁点，就是0.7级啊这种。这个地方因为我刚刚的视频是没有用相机的一个移动的，所以这个地方我就默认它不动。那么不动的话就是1。这个用法是什么？就是大于1的时候，它的一个图片就会放大。如果你这个值小于1的时候，它的图片就会缩小，就是这样的。它1是保持它不动，就是这个。然后这些我也不用它，然后其他的我都保持0。然后这里的噪点的话，就是我之前也讲过了，你尽量小一点，就是我设这样的一个噪点吧。后边你也可以去选择，这是颜色，这是模糊的参数，你都可以去调整的。然后 Save 记值，因为我之前也是用的这个嘛，我就不改了。然后种子你可以用这个迭代器，也可以固定它的种子，就是这2个你都可以去选。我们试试这个迭代的吧，就是增量的。然后其他的你当然也可以去设置。这里的提示词我这里是提前准备好了这样的一个提示词的，我把它复制粘贴过来。就是第一个的提示词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然后生成的这个提示词，然后后边的这里的提示词呢，我是改了发色，就是黑色的头发，然后改成了红色的头发，然后蓝色的头发，粉色的头发，就是头发改了。然后这里我改了一点细节，原来是下雨，就是夏天的雨嘛，然后现在改成了就是这里是下雪，然后这个地方是樱花，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是枫叶，就是我改的细节比较少，你可以根据自己需求去改这个提示词。然后这里的这是我写的是0，然后100帧、200帧、300帧，因为我们总帧数是400帧嘛，这个地方你都可以去设置一下的。然后它的反向的提示词我们也可以复制粘贴过来。然后这里好了之后，我们点这个 init，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 init， 就是 image init， 就是我们可以去使用那张图片，当然图片的一个路径你要把它复制到这里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刚刚我的图片应该是保存在这个里边的，这个就是这里的 test13，我是保持的这张图片。然后这里你要复制它的一个文件地址，就是复制它的一个文件地址。然后你复制好了之后，回到这个地方，你把这个地址粘贴到这里。注意这个地址它不要有中文，有中文的话就容易报错。这个地方
就是把它图片的地址复制过来，然后我们要使这个图片，然后就是跟我们这张图片是保持的一致的话，就是说你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强度你可以开高一点，就比如说我就设成0.92吧，你可以开高一点，这样的话它就更贴近于就是跟这个图就差不多了，就是这个。然后我们这个 ControlNet 你点启用，然后模型我们可以用 Canny， 当然你也可以用其他算法，然后试试看一个效果。然后这里我们可以选择完美像素，我们把这个勾掉，我们可以选择这个完美像素。其他的我们就默认。然后这里也是图片的一个路径，我们要把它复制过来，就是我们之前使用的那个图片，它的一个路径复制过来。其他这里你都可以进行选择的，我就选择这个 balance 吧。当然你也可以多个 ControlNet 都可以去使用的，这里可以同时去控制。然后这里还有一个 output， 我就设为30帧，就是意思就是说我每秒是30帧，那我总帧数这里是400帧，那400除以30，也就是大概是13秒左右，就这样的一个视频。然后我这里你当然也可以放大，如果你的那个就是说配置比较好的话，你可以放大。然后这里是放大2倍，这个是我之前说过了，我就不放大了。然后这里我不保存图片，而且我还要清除图片，因为选了这个容易占用记忆体嘛，然后我就不保存了。然后这些你检查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没什么问题的话，你就可以点这里进行生成了。好，这里生成了，我把刚刚的那个等待的时间给截掉了，因为等的时间有点长，大概我电脑的话需要17分钟左右，就生成13秒钟的一个视频，所以我这里就把它截掉了。然后你生成好了之后，你点这里，生成后点这里显示视频，你点它，它就会在这里显示你生成的视频，然后你点这个，你就可以看到你生成的这个视频的一个效果了，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刚刚做的这个视频，然后这个视频你可以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就是在这里，而且你还可以去找它文件，它文件你可以点这里的一个文件夹这个标志，然后点了之后，你这个地方就会弹出红色的这样的一个框，它直接就会弹出这个文件夹所在的一个位置，就是我们生成的这个视频，它一般是最后这个地方，就是最后这个文件。当然的话，你之前你如果清不到是哪个，你之前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运行这里，然后你可以改这个文件的一个名字，就是这个视频生成的这个文件的名字，你可以在这里改，明白了吗？因为我没有改嘛，所以说它是最后这个生成这个文件，然后你的 ControlNet， 然后的一个文件，还有这个视频以及它的一个就是这个参数这些设置的一个文件都保存在这个地方，你都可以看。然后这里就是你的视频了，明白了吗？然后这个是 ControlNet 里边的，就是我们要选用的这个参考图，就是这张，明白了吗？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视频的一个生成方法。当然的话，你下来可以去选这个 ControlNet 里边其他的一些模型，然后去看一下不同的模型它有不同的一个生成的一个效果。然后今天的话我就分享到这里。